极易必用，数学证明了自我是幻觉。1979年，一个34岁的美国认知科学家写了一本奇怪的书，这本书同时讲了3个人的故事，一个是证明了数学永远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学家，一个是画出了不可能存在的楼梯的版画家，一个是把同一段旋律叠了6层还能让你觉得浑然一体的作曲家。这3个人分别叫歌德尔、艾舍尔、巴赫，而这本书的名字叫《歌德尔、艾舍尔、巴赫及易弊之大成》，作者是道格拉斯·侯世达。他一出版就拿了普利策奖，直到今天仍然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著作之一。但大部分人读完之后会告诉你，他不太确定这本书到底在说什么。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今天我要做一件事，用佛学的钥匙把这本号称最难读懂的书打开。你会发现，侯世达花了700多页，用数学、逻辑和艺术反复论证的那个核心结论，佛陀在2500年前用2个字就说完了，那就是无我。但先别急着觉得佛学赢了，事情没那么简单。侯世达走的路和佛陀走的路，虽然终点极其相似，但路径完全不同。理解这个差异比理解结论本身更重要。我们先从侯世达的核心武器讲起，哥德尔不完备定理。1931年，奥地利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发表了一篇论文，炸毁了整个数学界。在哥德尔之前，数学家们有一个宏大的梦想，他们希望把全部数学建立在一套完备且自洽的公理体系上，所有真命题都能在系统内被证明，系统内部不会产生矛盾。这个梦想的领军人物叫大卫·希尔伯特，他在1900年提出了著名的23个数学问题，其中第2个就是证明算术公理体系是自洽的。哥德尔做了一件天才的事，他用数学语言构造了一个命题，这个命题翻译成人话就是这句话在本系统内无法被证明。你品一下这句话，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它就无法被证明，说明系统不完备，有真命题证明不出来。如果这句话是假的，那就意味着它能被证明，但他说的是我不能被证明。一个假命题被证明了，系统就矛盾了，自洽性崩溃，不管怎么选你都输。这就是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核心。任何足够强大的形式系统，如果它是自洽的，就必然是不完备的。换句话说，系统不可能完全理解自己。侯世达在极易弊里把这个发现提炼成了一个更深层的概念，叫怪圈。什么是怪圈？就是当一个系统试图描述自己的时候，它会不可避免地卷入一种循环。在这种循环中，层级的上下关系被打破了，描述者和被描述者纠缠在一起，你分不清谁在上面，谁在下面。哥德尔用的是逻辑和数学，艾舍尔用的是视觉。你一定见过他那幅著名的版画，画的是一座楼梯，楼梯上的僧侣一直在往上走，走了一圈之后回到了起点，但看起来每一步确实都在往上。你的眼睛告诉你他在攀升，但理性告诉你这不可能。巴赫用的是音乐，他的赋格曲，同一段旋律在不同声部以不同速度、不同调性同时展开，互相呼应，互相追逐。你听到的是一首完整的曲子，但拆开来看，每个声部都在独立运行自己的逻辑，统一感是涌现出来的，不是预设好的。侯世达的核心论点是，这3种怪圈不是3种不同的现象，而是同一种现象的3种表达，而这种现象就是意识的本质。他的论证链是这样的：人的大脑是一个物理系统，由几百亿个神经元组成，每一个神经元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就是一个电化学开关，要么放电，要么不放电，跟计算机里的0和1没什么本质区别。但当这些无意义的开关通过大规模连接形成网络，当网络的复杂度达到某个临界点，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个系统开始指向自己。一个由无意义的符号组成的系统，通过足够复杂的递归和自指，涌现出了一个看见自己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你所谓的我。但侯世达紧接着说了一句让所有人不舒服的话，这个我是一种幻觉，它不是什么灵魂，
不是什么永恒不变的本质，它是符号系统在自指的循环中产生的一种感觉，一种错觉。就像艾舍尔画的楼梯，你觉得一直在上升，其实只是一个封闭的环。就像哥德尔的命题，你觉得他在说一个深刻的真理，其实他只是在指着自己说，我在指着自己，我不是一个东西，我是一个过程，一个系统看自己看出来的海市蜃楼。讲到这里，我想请各位停1秒钟。如果你是我们频道的老观众，你一定已经听到了一个极其熟悉的声音。侯世达用数学和逻辑走了700多页得出的这个结论，跟唯识论讲的东西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在唯识论那期详细拆过这个架构。第70末，纳什的核心功能是什么？恒审思量。他24小时不停地审视第80阿赖耶识的内容，然后把这些内容直为这就是我。莫纳什做的事情，精确地说，就是侯世达所说的怪圈。它是意识系统对自身的一个持续不断的自指操作，而这个自指操作产生的结果就是我的感觉。佛学管这个叫我执，侯世达管这个叫怪圈产生的幻觉。名字不同，指向的是同一件事，但差异从这里开始出现，而且这个差异至关重要。侯世达走到自我是幻觉这一步之后停住了，他不是不想继续走，而是他用的工具走不动了。逻辑和数学能帮你证明系统无法完全理解自己，但它没法告诉你，当你看穿这个幻觉之后会发生什么。侯世达在书的后半部分流露出一种很典型的西方知识分子式的忧伤。他意识到我是虚构的，但他无法想象没有我之后该怎么活。佛学不停在这里。佛学说，看穿我是虚构的，不是终点，是起点。这个看穿本身就是解脱。我再把这个区别说得更精确一点。侯世达用哥德尔定理证明的是，系统不能完全认识自己，这是一种限制，一种天花板。佛学要做的不是认识自己，而是看穿认识自己这个需求本身就是一个执念。你品一下这两者的区别。侯世达说，我永远无法完全了解我自己，这让我很沮丧。佛学说，你根本不需要完全了解自己的，自己本来就不存在。你不是在解一道无解的题，你是在发现这道题本身是一个幻觉。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看到了无我，侯世达的态度是知识分子的悲壮，而佛陀的态度是彻底的自由。现在我们把这个对比往更深处推一层。侯世达在极义壁里反复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纯粹的符号操作能不能产生真正的理解。他在书里设计了大量精巧的对话，让阿基里斯和乌龟反复辩论这个问题。后来约翰塞尔提出了著名的中文房间思想实验，把这个问题推到了极端。一个完全不懂中文的人，如果给他一本足够完善的规则手册，他可以正确地回应所有中文问题，但他真的理解中文吗？这个问题在今天的大语言模型时代变得无比尖锐。一个拥有万亿参数的模型，能写诗，能推理，能跟你聊哲学，但他理解他在说什么吗？佛学对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精准的回应，就是唯识论的4分说。我们之前讲过，每一个认知瞬间有4层结构，相分是被知的对象，见分是能知的功能，自证分是知道自己正在知的觉察，正自证分是对这个觉察的验证。中文房间里的那个人，他有相分，有见分，他在处理符号，在输出正确答案，但他缺少自证分，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没有那个知道自己在知的反身性觉察。这恰恰是侯世达的怪圈理论和佛学的关键交汇点。侯世达认为，当一个符号系统的复杂度高到可以自指，也就是可以指向自身的时候，它就产生了某种类似意识的东西。佛学的说法更精确，自指本身不等于觉知，自指只是莫纳10层面的操作，真正的觉知是自证分，是知道自己在自指的那个能力。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侯世达找到了意识的必要条件，自指和递归，但他没有找到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什么？佛学认为是觉性本身，是那个先于所有符号操作就已经在那里的，能照见一切的本觉。侯世达的怪圈理论解释了我这个幻觉是怎么产生的。
但他无法解释看穿幻觉这个能力是从哪来的。如果一切都只是符号在递归，谁在看这些符号递归？如果意识只是系统的副产品，那知道意识是副产品的这个知道又是谁的？这个问题，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回答不了，但佛学给了一个方向。龙树菩萨在中论开篇说，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之无生。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任何现象都不是从自身产生的，也不是从外部产生的，也不是两者共同产生的，也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这不是虚无主义，这是在指出我们关于因果和起源的整个思维框架本身就是遍计所执。你问意识从哪来？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意识是某个东西从某个地方来的。但如果意识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个事件呢？如果意识不是从哪来的，而是一直在发生呢？侯世达困在了起源问题里，因为他的工具是线性的逻辑推理。佛学跳出了这个框架，他说，你不需要解释意识的起源，你需要的是直接看见意识正在发生。就像你不需要知道镜子是怎么制造的，才能用镜子照见自己。现在我们回到艾舍尔和巴赫，因为他们在佛学里也有精确的对应。艾舍尔那幅永远在上升的楼梯，就是遍计所执的视觉化。你走在生活的楼梯上，每一步都觉得自己在进步，在攀升，在接近某个目标。但如果你能从画面外面看，你会发现你一直在原地转圈。这不是说努力没有意义，而是说那个一直在上升的感觉本身是意识建构出来的叙事。你没有在上升，也没有在下降，你在经历。而上升和下降是莫纳什贴上去的标签。巴赫的赋格更有意思。赋格的本质是什么？是同一个主题，同时在多个声部以不同的形式展开。没有哪个声部是主角，没有哪个声部包含完整的意义。意义存在于声部之间的关系中，不在任何单独的声部里面。这就是缘起。佛学说万法缘起，没有任何一个现象是独立存在的。意义不在任何一个元素里，意义在元素之间的关系中涌现。你拆开一首赋格，每个声部单独听都不完整。你拆开一个自我，五蕴每一个单独看都不是我。我是五蕴之间关系的涌现效应，就像赋格的美是声部之间关系的涌现效应。侯世达在极义壁里自觉性地触碰到了这个洞见。他甚至在书中专门讨论了意义到底存在于符号内部还是符号之间的关系中。他的结论倾向于后者，意义存在于关系中，但他没有把这个结论推到逻辑的终点。如果意义只存在于关系中，那就没有任何东西有独立的自性。这就是空性。空不是没有，空是没有独立的、固有的、不依赖关系的存在方式。侯世达看到了怪圈，看到了涌现，看到了意义存在于关系中。他站在了空性的门口，但他的逻辑工具让他止步于门外，因为逻辑本身就是一个形式系统，而哥德尔已经证明了形式系统无法完全超越自身。佛学说，你不需要用逻辑超越逻辑，你需要的是直接体验。打坐、内观、禅定，这些不是迷信仪式，这些是让你的意识系统暂停自止循环的具体方法。当怪圈停下来的那一刻，你会发现我消失了，但觉知还在。那个觉知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但你用了错误的方向去找，你一直在向外看，而它一直在向内等你。侯世达在极义壁的最后写道，当他凝视镜中的自己时，他看到的是一个无限递归的怪圈。镜中有一个人在看镜子，镜子里的镜子里还有一个人在看镜子，一层套一层，永无止境。佛学会说，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放下镜子。当你不再试图在镜子里找自己，你就会发现你一直就是那个在看的，不是镜中的像，不是像中的像，而是看本身。但这里有一个我必须诚实标注的地方，侯世达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佛学说无我，但它是以内观和体悟为基础的。如果你没有那个体验，它就只是一个概念，
一个你可以赞同也可以反对的哲学立场。侯世达用哥德尔定理和形式系统理论，从完全不同的方向，用逻辑和数学为无我提供了一种独立的论证。这不是佛学需要科学来背书，而是两条完全独立的路径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当两条毫无关联的道路汇聚在同一个点，这个点的可信度就不再是信仰问题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个系列。我不是在传教，我也不是在做科普，我是在做一件事，让不同文明中最深刻的洞见互相照见，让他们在碰撞中发出更亮的光。最后留一个问题给各位，侯世达在写完《极易》毕竟30年后，又写了一本书叫《我是一个怪圈》。在这本书里，他做了一件让很多读者震惊的事。他说，当他深爱的妻子去世后，他觉得妻子的怪圈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某种方式住进了他自己的大脑里。两个怪圈纠缠在一起，边界模糊了。这是一个用科学和逻辑思考了一辈子的人能说出的最接近没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在关系中流动的话。他几乎就要说出无我了，但他没有，因为他的语言体系里没有这个框架。你觉得如果侯世达读过唯识论，读过中论，读过龙树的八不正道，他会怎么改写他的理论？这个问题我不给答案，留给你们在评论区讨论。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